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过去很重要，过程是关键的。一个是过去啊，一个是过程啊。那过去跟过程有什么不一样呢？过程跟过去都是涉及时间的流动，但是重点跟意义呢，并不完全相同啊。我们的过去是由无数的过程所组成，人生中的每一个经历、每一次选择、每一段成长，都是塑造我们今天样貌的一部分啊。所以没有过去的因，哪有今天的果呢？没有过去，哪有现在呢？所以现在是果，过去的过程是因啊。我们常常都会以成败论英雄啊。所以，对于任何事情或活动的成果呢，都会变得很在意啊。也因此呢，只重结果而忽略因果，只重结局而忽略格局啊。这样一切心血的投入呢，充其量也只是做表面功夫啦。做的再多也无法提升自己内在的心灵。所以我们才说过去很重要，过程是关键的。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分前后段来分享啊。前半段呢，先探讨过去很重要，后半段再来探讨过程是关键的。现在我们就来讲过去很重要啊。虽然说呢，过去很重要，其实过去的事情重不重要，这也是要看事情而定的啊，不能太武断了，话不能说死啊。有些过去的事情一点也不重要啊。但我们却执着于它，那这个会让我们执着于过去而产生痛苦。如果是芝麻小事啦，那最好就把它放诸水流啊。有些过去的事情看起来是芝麻小事哦，但却是知识体大，是我们将来要达至成功的关键啊。那这个就要把它牢记心头哦。好，那问题来了，那重不重要的标准在哪里？这个要看事情影响的大小跟程度而定啊。过去所造成的过失或错误呢，我们如果能从中汲取教训啊，帮助我们避免重蹈覆辙，那这个过去就很重要了。那过去在贫困中受人帮助，长大之后呢，努力回馈社会啊，这个是以感恩心回报嘛。那这样的过去就很重要。相反的，对于无法改变的事情过度去执着，那这个只会浪费把握当下的机会呀。这样的过去就是不重要了嘛。同理呀，长期纠结于别人对我们的批评、冤枉或误解，那我们就应该从中自我反省、自我检讨，有错就虚心改进，没错就看开放下学习。这是我的经验了被冤枉就淡忘了，被误解就善解了这样因为能够善解而解脱了，那这样的过去呢，当然也是很重要啊。那我们学佛的人呢，常常讲把握当下，活在当下，也因此都会强调，哎呀，想过去是杂念啦，想未来是妄想啦那也强调什么一个人如果经常在回忆过去或者是担心未来，那基本上这个人呢，不能叫做活着因为真正的活着是要活在当下。我们常常这样讲，不是吗？那我们也曾经用汽车的挡风玻璃跟照后镜来譬喻人生嘛照后镜小小的一片但是挡风玻璃是很大片这个是在譬喻过去的已经不重要了啦，不再重要了啦，所以照后镜是小小的一片，不是吗？然而挡风玻璃是大大的一片就是让我们要多看清楚前面，因为一切要向前看那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嘛，一切向前看嘛。那以上这些论调呢，基本上都是强调人生要前脚走后脚放，不要活在过去。可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却说过去很重要那这样两种说法有没有矛盾呢？没有矛盾有时候是过去不重要，有时候是过去很重要，两个都对。
看是用在什么地方啊？用在什么人身上啊？现在全球电子科业的这个风云人物黄仁勋啊，大家都知道嘛，对啊，他是 NVIDIA 辉达公司的创办人兼执行长啊，他把辉达打造成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啊。那黄仁勋以技术专长跟领导能力著称啊，强调创新跟执行力啊，才会让辉达在竞争激烈的这个科技领域里面呢，尤其是 AI 人工智慧这个领域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啊，跟成功啊。那黄仁勋在演讲的时候呢，他曾经提到他过去求学时候的一些心路历程啊。他说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呢，曾经去餐厅打工洗碗啊。后来他大学毕业后呢，自己创业啦。那有一天呢，他回去找以前那间餐厅的老板啊。那老板问他：“你现在在创什么业呀？”哦，他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他做的那个是绘图晶片啊，在那个时候呢，实在是很难解释说绘图晶片是什么东西啦。哦，结果那个老板呢，就打电话给他的一位很好的朋友啊，是投资银行家啦，啊，跟他说呢，我这边有一位很好的员工啊，他现在已经自行创业了，你要投资他，并且跟这位朋友说啊，这位员工他不只是在我这里打工洗碗了，而且洗得非常用心啊，非常干净，洗完之后也把碗盘排列得整整齐齐。这个洗碗盘的用心态度呢，让我印象深刻啊。这个餐厅老板这样子说了。那黄仁勋在分享时候说出自己的心得嘛，他强调一句话：过去很重要。那黄仁勋只是打工洗碗而已啊，他的老板就要介绍投资银行家呢去投资他哦，这个就是他的工作态度呢，让人赏识啊，连洗碗的态度都那么好，他创业怎么会不好呢？所以从小地方看一个人啊，他过去人生阶段的这个心路历程跟工作态度，对他往后这么成功的事业呢，有着深远的影响啊。其实不是对他，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所以他才会说过去很重要啊。那这样说来，这个跟佛法所讲的活在当下，不要活在过去啊，有矛盾吗？其实没有矛盾的，这两码子事啊。了凡四训也讲啊，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啊。意思是说，以前的一切就当作昨天一样啦，那已经是过去了啦，死去了啦，结束了啦。那以后的一切呢，就从今天重新开始吧。意思是劝人忘掉过去啦，投入现在新的生活。唯有把握当下，才是最重要的啦，也才是最有意义的人生啦。那这样说来，佛家跟古德对过去的这个看法呢，跟黄仁勋讲的过去很重要，也是没有矛盾啊。我讲得很对啊，因为佛法并没有讲过去不重要啊。黄仁勋认为，过去的经验，无论是困难、挑战或者吃苦努力，都塑造了他今日的成就。他重视过去人生不同阶段的学习啊，并且把他们当作未来进步的踏脚石啊。这是一种正向的反思，并不是对过去的后悔或执着，而是把过去的经验转化为智慧，来帮助自己成长啊。而佛法是强调什么？当下的重要性，因为过去已经过去了嘛，已经定局了嘛，那未来的还没有到啊。因此，过度的沉浸在过去的悔恨过度沉浸在过去的悔恨或妄想还未到来的未来啊，这样很容易让人呢错失当下。所以佛法并不否定从过去的经验中呢，可以得到很多宝贵的经验跟学习哦。所以佛法还是很务实的哦，它只是提醒我们不要把过去的经验当作内心的负担呐，这样就不好了。如是因如是果啊，这句话即使不是佛教徒也都认同了，因为这个是说明过去的行为啊，造作呢，确实会影响现在啊。就好像我们常讲的，要扮演好命的角色啊，
那就要先写好命的剧本啊，道理是一样的啊。那了凡四训讲的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啊，那这是强调什么？过去已经无法改变的啦，真正要改变的是未来啊，所以应该以当下的努力来改变未来啊。这是提醒世人的一个道理啊。当下的造作具有重新塑造未来命运的力量，告诉我们这个道理。那这句话跟佛家所讲的以现在所造的福去转过去所造的业啊，叫做以福转业，道理也是一样。算命的原来算袁了凡是53岁就要谢受看了，然而袁了凡遇到了这个云谷禅师之后呢，开始修身积德啊，行善改命啊，结果他活到74岁哦。那这样把它分析起来，黄仁勋的观点强调感恩过去，学习过去，跟佛法以及了凡四训所讲的从过去中觉悟，但却不执着于过去，道理都是一致的，完全没有矛盾。总而言之啦，过去的经验应该成为智慧的来源，而不是束缚啊。也就是说，从过去中学习，并且感恩过去，然后将专注力用在当下，这样才是正确的观念。佛法虽然没有明确的说过去不重要，但强调过去的事已经发生了，我们就不要执着于它而被它束缚啊。因为对已经过去的事情过度执念的，往往会成为痛苦的根源哦。那我们要来学佛，就是要学习什么？解脱啊，跟觉悟之道啊，学习怎么去解脱烦恼跟痛苦啊。如果我们对过去的事情一直耿耿于怀啊，那这只是徒增烦恼而已啦。佛法没有否定过去的价值哦，而是教导我们要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而不是沉溺于对过去的后悔或懊恼之中啊。过去的事情啊，虽然也会影响现在，但我们唯有把握现在，把握当下，跟活在当下呢，才会有能力改变未来啦。佛法承认过去所造的业，不管是善业也好，恶业也好，都会影响现在啊。但重要的是如何把握当下，积极行善，累积善业，才有可能改变现在跟未来的果报啦。那正言上人甚至要慈济人啊，莫忘那一人，莫忘那一念，莫忘那一年呐。严格讲的，这个也是莫忘过去哦，不要忘记过去哦。那这个是在强调什么？把过去拿来当作学习啊，就强调这样子的。所以佛法并没有说过去不重要，而是提醒我们不要执着于过去啊。其实每个人都有过去宝贵的经验嘛，这也是人生宝贵的资源呐。如果我们能够以平常心去看待过去啊，汲取有益的经验，而不陷入对过去的悔恨跟迷恋，那这样过去也是宝贵的资源哦。有这样的心态，也符合佛法的智慧哦，会帮助我们在人生中成长啊。总而言之啦，佛法是教导我们要用智慧的方式来处理过去，并且不要让过去来影响我们的当下跟未来啊，不被它影响。所以至于黄仁勋所说的过去很重要啊，这个是透过回顾过去，把过去拿来当作学习啊，是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教训，并且把它内化成为自己迈向成功的一部分。所以他讲过去很重要，不是执着于过去，而是善用过去。这个也是不简单的人格特质啊，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成功啊，这么大的成就。因此对过去这2个字的阐述，佛法讲的跟黄仁勋讲的并没有矛盾啊。佛法强调不执着啦，黄仁勋强调是什么？要学习啦，也不要忘记过去的经验教训。这样的心态呢，不但符合佛法的教导，也契合这个时代要达到成功的观点。好，现在我们来分享第二个主题，过程是关键。
过程是因，结局是果啦。有用心投入的过程，才会有丰硕的成果嘛。这个论调跟因果法则以及现代的成功学呢，是道理相通的。在佛法中啊，因缘果报是核心的教义啊，强调种善因得善果嘛，种恶因得恶果嘛。这个是意味着我们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跟用心，这个就是因，而这个过程会大大影响结局，这个结局就是果。所以我们经常说嘛，学佛的过程才是目标啊，目标是人生的过程啊。这是因为人生不同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目标嘛，一个目标达标了，就要继续另一个目标嘛，阶段性的目标嘛。那这是生命的历程跟过程，也就是刚刚我们开头讲的，我们的过去就是由无数的过程所组成的嘛。举例来讲，大家更清楚了，就好像读小学的时候就有小学时期的目标嘛，读高中的时候也有高中时期的目标，读大学也有更进一步的目标，等到步入中年甚至老年了，还是有不同的人生目标跟期待啊，等等嘛。那这个就是生命中无数的过程，而过程中呢，更是充满了无数的选择哦。选择的过程也会无形中影响了我们的命运，因为小抉择影响一天呐，大抉择影响一生呐。也因此我们才说，人生是一连串的选择，生命的经历就是选择的过程。可见过程是关键，而选择是更重要。那以世俗的观点来讲呢，专注、用心跟努力呢，通常是达至成功的必要条件呐。因此呢，持续的用心投入，可以提高实现目标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工作态度往往会带来更好的超越跟突破。这个成功的背后是一步一脚印扎实的经验、扎实的经营跟用心对待每一个过程的结果。所以我们才说嘛，过程只是因结果是果啊，结局是果啊。以前我们有提到过奥运这个拳击的金牌得主台湾的林育典他经历了被霸凌的痛苦嘛，以前我们有分享过嘛，而他选择把这些磨难转化为力量，努力不懈的投入训练他的成功就是源于这样的过程这就是用心的过程带来辉煌的成果，所以才说过程是关键的道理嘛。那再举一个例子，南非的曼德拉为了反对种族隔离政策在监狱里面度过了27个年头在这个期间呢，他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愤世嫉俗而是用心提升自己的内在力量，还是保持对理想的坚持后来他出狱以后，带领南非走向种族和解，成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嘛并且被世界尊敬为和平的象征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音乐家贝多芬贝多芬晚年的时候逐渐丧失听力但他没有放弃对音乐的热爱反而更增加用心创作，结果他创作出第9交响曲这个经典之作即使耳聋也能成为世界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他的过程证明了坚持跟专注的投入也会成就永垂不朽的结果这个也是过程是关键的道理过程是我们可以控制的部分，而结果是过程的自然延续如果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过程中都是用心尽力也能谨慎的做对选择那这个不仅能提高成功的可能性还能从中获得心智成长的满足跟喜悦。那其实这个就是人生真正价值所在嘛。那把过程是关键的道理用在志工团体的也是非常贴切。慈善工作的推动有否成效，跟志工们对过程是否很重视以及在学习过程中，在投入志工的过程中
是否能够依教奉行，更是息息相关啊。有些据点呢，推动慈善工作呢，成果丰硕，而且他们的和和互协，道气充盈啊。这是因为在推动过程中呢，落实的共修、培训跟各种读书会，让志工们对志工的精神理念呢，有了充分的理解。那大家都理解这个，才能够凝聚共知跟共识啊，然后再把它化为行动，就是共行啊。最后还要加上一个重中之重，尊师重道，依教奉行啊。这些都是成果背后的过程，是会务推动有成的关键因素啦，就是所说的门道啦，而不是热闹啦。其实要在贫穷落后的国家做慈善工作，应该是很容易的，济贫比较容易做了，因为给人家生活物资、生活补助，这很容易啊。然而，想要去精神辅导、改变别人的观念呢，这个困难度就高了嘞。这个就好像什么？劝善容易，劝术难啊。劝人家行善很容易的，叫他去劝术，这个比较难啊，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虽然说在贫穷落后的国家做慈善工作比较容易，然而如果没有用心的过程啊，或用错方法，即使简单的济贫工作也会做得只见热闹不见门道啊。济贫都做得不到位，那更不要谈其他的事业啦。就好像地基没有打好，却要盖高楼，结果是可想而知啊。对。那在福利很好的先进国家要推动慈善，看起来是好像是没什么福田的甚至我们不去做，人家也没有问题啦。慈善福利做得非常好啊。然而我们想要修行走入菩萨道去入人群啊，那这样就必须用心去寻找福田啊，开辟福田啊。有苦的人也并不是都处在黑暗的角落里面不一定哦。漂亮的高楼大厦里面，甚至豪宅里面也有苦难的众生啊。有些人虽然是身处庭院深深深几许的豪宅里呀，但心却是在烦恼深深深几许的地狱里呀。身苦，身体的身苦是很苦，但是心苦是更苦啊。所以总而言之呢，推动志业跟经营事业，在某些方面是道理相通的，也就是困难的事可以照样把它做得很成功，困顿的时候依然可以金蝉脱壳，云淡风轻啊。所以才说事在人为嘛，不是吗？那要布施东西给别人，这个刚刚讲很容易嘛。但是要去精神辅导个案，像说有自杀倾向的人呐，或那个去关怀临终的病人呐，或者协助有忧郁症的人呐，这些都是属于高难度的心理辅导啊。这个就要自己心中有法，理念也正确了。不止如此，还要与对方有缘，有缘说话才会变成真理啦，才会辅导有效，看到效果啦。这个难度就更高了所以证严上人就开始讲这个疫情期间上人就讲越是困难的事情，越是要悲智双运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啦，有心要投入当志工即使在先进的国家，也都有投入的空间无心要投入，无心要做即使简单的济贫也都做得不好啦。所以我们可以看慈善工作推动有成的志工据点一般都是过程中都非常用心，很入法，法入心，法入行而且把推动的理念落实得很到位。然而一般人比较会注意到表面上的成果跟展现，一般人是这样子的。至于成果背后的付出跟努力的过程则不是人尽皆知的，大家只看到表面，没有看到真相所以不是人尽皆知嘛，偏偏这个过程才是关键所在了。那经营事业也是一样一般人很容易看到别人成功致富的表象，开大车住豪宅，但别人成功背后跟过程中的辛酸血泪，跟他积极进取的精神，这不是知之甚详的。同理一般出类拔萃的那些优秀的球员、演员、歌手，
各行各业的那些杰出人士都好啊，人们看到是他们光鲜亮丽的外在啊，但他们刚开始时候的受尽屈辱，遭到霸凌，遭遇失败，生活困顿啊，在这样的过程中，还是咬紧牙根，百折不挠，逆流而上啊，这个过程就不是人尽皆知的啊，但却是他们成功之前的关键。容易做的地方，大家都会做得有声有色嘛，这没什么了不起。困难的地方，我们能够做得很成功，这个才了不起啊！做事业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各位都知道嘛，哈，那个电子界那个苏之峰啊，美国的啊，他也是加上在台南的啊，他是现在 AMD 也就是超微半导体的首席执行官啊，是全球知名的企业家跟电子工程师。他是出生于台南的，但他的成功呢，是结合专业技术、坚韧的意志跟领导智慧的典范呢。而其中一项呢，成功因素是他的家庭教育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他在演讲中有分享说，他的父亲是一位重视挑战跟实践价值的人呢，是非常务实的人。他的父亲曾经教他说，去一间已经成功的公司工作并不稀奇，但如果你能加入一个困境中的公司，帮他转型并带来成功，那才是真正的了不起的成就了。所以这一种的价值观的教育，深深影响苏之峰未来的职业态度啊。所以家庭教育也是很重要。所以他在职业生涯中呢，多次挑战极大的任务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接任 AMD 的 CEO 啊，执行长啊。当时的 AMD 是处于财务困境呢，技术落后于竞争对手，甚至濒临破产的边缘呢。但苏之峰加入之后，并未因此退缩，他以坚定的信念跟自己的专业知识，带领 AMD 呢，让他脱胎换骨，并且将 AMD 推上了全球半导体市场的巅峰啊。从这个例子上，我们可以印证今晚讲的主题：过去很重要，过程是关键的道理啊。他成功之前的过去，其实就是很多过程的累积跟组合啊。我们看到别人的成功，就要联想到他达至成功之前的种种艰辛的过程，这才是制胜的关键呐。所以有心要做事，困难重重也不难呐；无心要做事，简简单单也都难呐。同样的道理啦，有心要行菩萨道，苦难众生救不完呐；无心要行菩萨道，简单一事也嫌烦呐。各种功夫的养成，都是要把过去的努力跟过程中的坚忍，不断的去累积跟持续啊，经过了堆叠过程之后呢，才有可能工匠千日磨一器，只待一朝显奇功啊，也就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道理啦。同理，宝剑锋从磨砺出啊，梅花香自苦寒来啊，道理也是一样啦。没有千锤百炼的过程，怎么会有炼铁成钢的结局呢？没有千雕万琢的过程，怎么会有琢玉成器的结果呢？总而言之，心智要有所成长，就要从过去跟过程中不断的充实自己，提升自己，把这个因种下去的，只要缘一成熟，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品尝到成长的喜悦啦。我们大家一起来互相勉励啊！好，今晚读书会，过去很重要，过程是关键，我们就讲到这里啊！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